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大开眼界，两度被对比，郑晓龙凭赵丽颖终获认可。从群演到顶流，赵丽颖用10年时间撕碎偏见。郑晓龙导演当年一句非科班但天赋型的评语，如今已成预言。无论是《知否》里笑着哭的明兰，还是《风吹半夏》中蹬自行车的许半夏，她总能用最细微的肌肉颤动让观众听见心碎。这不是演戏，是活成角色本身。郑晓龙说赵丽颖是非科班但天赋型演员，笑死，10年前谁信啊？双引号，他防的不是人，是偏见。演技这东西，有人练10年还是木头，有人一出手就封神。赵丽颖就是那种一睁眼就在角色里的女人。郑晓龙导演当年说她非科班但天赋型实锤了，现在回头看，不是夸，是预言。可当初呢？她能演戏，花瓶罢了，顶多跳舞好看，弹幕里全是柠檬精。现在全网磕她和角色的宿命感，克死我了。从《陆贞传奇》到《风吹半夏》，她走的每一步都像在打某些人的脸。啪啪响。郑晓龙是谁？《甄嬛传》导演，眼光毒，标准高，宁可空着 C 位也不随便塞人。当年选甄嬛，试镜的姑娘一排排，清北表演系的，中戏北电的，履历闪瞎眼，他偏偏挑了赵丽颖，非科班，群演出身。有人说他疯了，他只说一句，他眼里有戏。双引号，这话听着悬，可你去看《甄嬛传》里的沈眉庄、端庄，那是皮，内里全是委屈和倔强。一个眼神扫过来，破折号像刀子划过丝绸。他说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时，声音稳得可怕，手却在抖。这种细节不是教的会的，是天赋俩字活生生写在脸上。后来红高粱的九儿更绝，农村姑娘，野性，敢爱敢恨。赵丽颖往高粱的一站，风吹裙摆，你不会想这是演员在演，你会觉得他本就该藏在那里。郑晓龙没看错，他不是在演九儿，他就是九儿。连续2次被对比，啥意思？最近某流量小花拍年代剧，妆发精致，动作僵硬，走路像 AI 生成的模特，网友直接炸了，这演技也敢叫实力派？双引号。然后自动对比开始。赵丽颖在《风吹半夏》里蹬自行车那场戏，她演创业女老板，手心全是汗，但眼神亮得吓人。双引号，这才是真实。双引号。第2次对比更狠，某顶流男主拍古装，哭戏像抽筋，眼泪挤不出来，靠眼药水。弹幕瞬间刷屏，建议重看《知否》明兰大婚那场。双引号，明兰哭得无声，肩膀微颤，嘴角还挂着笑，那种笑着哭的窒息感。当一个演员能在不发出任何声音的情况下让观众听见心碎，当他的眼泪不是为镜头而流，而是为角色命运而坠，当那种压抑到极致的情感通过最细微的肌肉抽动传递出来时，你不得不承认，有些东西真的天生就有。赵丽颖的非科班标签早该撕了，她不是没学过，她是自学成才。站姐拍过她片场花絮，别人休息，她在背词，不是背台词，是背情绪节奏。她给自己画情绪曲线图，哪个字该颤，哪口气该断，精确到真。你说这是天赋，也是很近。有人说她只会演苦情大女主，笑死。幸福到万家她演农村妇女，从认字开始到打官司，
到开民宿，一步步脚印都在你里，没有滤镜，没有光环，只有我要活得明白这股劲儿。路人缘直接拉满，连我妈都说这姑娘像我们村小芳。双引号，更别提与凤航。古偶，她硬生生演出权谋感，一个眼神压住全场。打戏亲自上，不用替身，膝盖全是淤青。采访时轻描淡写，习惯了。双引号，习惯了。谁的习惯是拿命拼？可当初郑晓龙力排众议用她时，多少人说她撑不起大女主。现在呢，她成了大女主专业户。不是她变了，是观众终于看懂了。有些演员不是靠文凭吃饭，是靠灵魂演戏。赵丽颖的路不顺，早期资源差，演丫鬟，演配角，连古装头套都买不起，自己攒钱做。后来爆红，又被人骂土没文化，配不上顶流。她不吵，不回应，只接戏，一步接一步，用作品打脸，像打桩机，咚咚咚，稳，狠，准。她不是没翻车，有匪打光就不了演技争议，她认了。那会儿状态不好。双引号，简单一句，比那些甩锅剪辑问题的清爽多了。这种态度反而赢回口碑，毕竟谁还没个胡句呢？关键是爬起来的速度。他现在演戏有种通透感，像老茶。回甘，风吹半夏里他演许半夏，女强人，雷厉风行，可也有脆弱。喝醉了抱着电线杆喊爸爸，那一幕没有台词，只有呜咽，但所有人都懂，他不是在演，他是在活。郑晓龙的眼光再次被验证，他当年那句天赋型不是客套，是洞察。可惜当时没人信，现在全网搞快点求他俩再合作。龙导安排上。双引号，我想看龙导加颖宝加大女主的王炸组合，热搜直接爆了3次。其实赵丽颖早就不是需要谁认证的演员了，她用10年把自己活成了认证标准。你不信天赋，看看她的眼神；你不信努力，看看她的履历；你不信逆袭，看看她的奖杯墙。她不是爽文女主，她是现实版打怪升级游戏，每一关都硬刚，从不开挂，只靠干。所以别再说非科班不行了，赵丽颖站在那儿就是答案。郑晓龙看人准，但更准的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狠。天赋是起点，自律才是终点。最后灵魂疑问，你觉得赵丽颖哪部剧演技封神了？《甄嬛传》眉庄，知否明兰，还是风吹半夏许半夏？评论区搞快点，让我看看谁才是真剧粉。别提有匪，我怕他粉丝爆哭。又括号，磕到了吗？磕到了就打个 call， 没磕到再去刷一遍《知否》第38集，保准你原地封神。